訓犬師看着血腥的一幕不忍直視，貴賓犬身上的累累傷痕讓他無比心痛。明明在家裡他一直是被斑點狗霸凌的那一個，但在男主人心中他卻成了最自私的狗。訓犬師萬萬沒想到他竟能說出這樣的話。原來男主人在鄉下養了4隻狗，還為他們建造了接近400平的院子。他花費4年打造出一個養狗人的天堂，入住這的4個幸運兒也各有來歷。11年前領養的拉布拉多是他的第1隻狗，但他怕這頭拉布拉豬太孤單，就又分別領養了斑點狗、貴賓犬和杜賓。4隻不同品種的狗就像集郵般被他聚齊了。身為一名老兵，他每天都會給狗開早會，關於每隻狗昨天的表現他會做個總結。先別管狗聽不聽得懂，反正他是過癮了。老兵養狗這一塊他絕對是權威。每天早晨他會雷打不動地先炒30個雞蛋，等涼了些就放到地上給狗狗們吃。最賊的就是拉布拉豬直接把鍋叼走了，吃獨食。江訓斷定這如養蠱般的餵食方式肯定要出問題，因為狗狗間因護食而發動攻擊太常見了。他們把開胃菜吃完就到了餵狗糧的正餐時刻，但奇怪的是他讓4隻狗分別在3個地方進食。男主人稱之前斑點狗因為護食把杜賓的腿咬斷了，所以他不得不讓斑點狗自己在外面進食，但沒想到貴賓犬卻因此遭了殃。可憐的他經常會被斑點狗搶奪食物，哪怕他和主人稍有親密，斑點狗也會警鈴大作。霸道的他經常會把貴賓犬咬得遍體鱗傷。男主人為了保護他，不得不讓他住在單間，但4隻狗的問題卻遠不止如此。每次他帶着4隻中大型犬出門都是最拉風的，但路過的行人往往會因為害怕而向男主人抱怨。為了減少風險，他只能選擇人少的地方去遛狗。當他們遇到穿粉色鞋子的比熊犬時，江訓把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結果下一秒斑點狗就掙脫了繩子，直奔獵物而去。好在女主人反應迅速，才沒釀成慘劇。作為獵犬的斑點狗來說，它實在是野性難馴，無論大貓小貓，它都咬死過好多隻了。任何闖進院子的生物都將是它狩獵的對象。男主人萬萬沒想到自己養大的斑點狗還有如此殘忍的一面。不過除了它以外，貴賓犬也有自己的問題。如果主人靠近碰它的食物，它就會齜牙低吼，蜷縮的身體似乎在積聚能量，為發動攻擊做準備。江訓說，它就像美國警察拿着槍警告你把手舉起來，如果你輕舉妄動，它就要開槍傷人了。可見貴賓犬的警告值已經拉到了100%。曾經有一次，它就把男主人手指上的肉都咬破了，傷口經歷了3個月才徹底愈合。4年多的時間，它被咬了50多次，誰都不知道它為什麼看捲毛主人如此不順眼。不過跟貴賓犬比起來，杜賓就老實多了。它散步時經常會在3隻狗中間穿梭。江訓稱他其實是想阻止狗狗們發生鬥爭，沒想到外表粗獷的杜賓犬實際上還是個和平主義者，但這並不能說明它就沒問題了。凌晨3點，它狗狗碎碎地從窩裡爬了出來，接着不斷發出低吼，然後四處走動。就在大家以為它是夢遊症犯了時，它忽然蹲下排便，然後又吃掉了它。男主人看到這一幕也覺得自己很委屈，明明自己從小到大沒有餓過它一頓，但這家伙竟恩將仇報，總用帶味道的舌頭舔它，這讓現場的嘉賓都差點繃不住了。據男主人稱，如果杜賓吃得多了，當天就會腹瀉，他很害怕這會影響狗子的健康。不過要論起來，3隻狗誰的問題最大？江訓小聲蛐蛐道，他覺得男主人才是罪魁禍首。午餐時分，他又準備了方便麵給狗狗們加餐，這一迷之操作又讓眾人眼前一黑，一鍋辣醬麵簡直犯了養狗人的禁忌。這次又是拉布拉豬這個老六吃的最多。雖然觀眾們都覺得人類的調料狗狗是不能吃的，但男主人似乎有着自己的理由。他覺得如果吃太多狗糧的話，可能會出現白內障和關節問題，所以他每天只會給狗狗餵少量的狗糧，然後再配上煮熟的豬腿肉作為加餐。4隻狗每周至少要吃掉20多公斤的肉。其實對於狗狗來說，吃直接加工的肉類沒有問題，但是加了調料包的方便麵絕對是個禁忌，更別提給4隻狗共用一個鍋，本身就會引發爭鬥。而且他給狗狗們準備的牽引繩實在太細了，如果它們用力拉扯，很容易就拽斷了。為了讓狗狗們更自由，男主人經常會帶它們上山，這讓狗狗們更有了種虎歸山林的興奮感。但江訓馬上跳出說，狗狗不牽繩是違法的，而且有些食肉動物狩獵是為了填飽肚子，之後就暫時不會再繼續狩獵了。但是狗狗卻一般以打獵為樂，並不會吃它。如果放任它們在山上亂跑，很可能會對其他動物造成傷害。不過好在他在拍攝節目後已經主動繳納了罰款。要說拍外景最累的還是跟着斑點狗的攝影小哥，只見他一頭扎進樹林，熟練的令人害怕，就連主人都別想馬上找到他，沒有半個小時你根本別想看見他的身影。男主人只能像個野人似的漫山遍野喊他的名字。又過了一會兒後，斑點狗才慢悠悠地跑了回來。這麼一對比，拉布拉豬倒乖巧的像是絕世好狗了。男主人稱有一次斑點狗跑出去足足1周沒回來，之後才拖着又黑又瘦的身體回到了豪宅。估計這位少爺再也不想體會流浪山頭的生活了。其實男主人覺得4隻狗中貴賓犬才是最難搞的那個，因為他好像把自己和其他3隻狗都當成了下屬。家裡的好位置，貴賓犬總要先搶占，
從很多表現來看，男主人覺得他很自私。 조금이 아니고 상당히 이기적으로 보였다. 因为4只狗每次去宠物店修剪都要30万韓元，想節約些成本的他不得不自己給他們修剪。大家很擔心曾經惡口相向的貴賓犬會不配合。 不過好在前半段他還算比較配合男主人的工作，但中途跑回籠子的他就裝也不裝了，這把男主人氣得直接掀起了他的天靈蓋。一旁的斑點狗虎視眈眈地望着這隻捲毛狗，誰知下一秒他直接就替主人教訓起了這個逆子。緊接着杜賓也加入了對貴賓犬的討伐隊伍。那一刻貴賓犬終於體會到了什麼叫做孤立無援。男主人覺得斑點狗才是自己最忠心的狗，因為他看見自己受欺負了會馬上跑過來。相比之下貴賓犬卻很沒良心，他覺得斑點狗是勇猛又果斷的將士， 而貴賓犬則是世界上最自私的狗。此話一出，就連鄰居都覺得他有些小題大做，因為在他們看來，貴賓犬聰明伶俐，而且很通人性。但男主人卻始終覺得，盡管自己對他傾注了所有，但似乎始終換不回他的真心。這就像一根刺一般，深深地扎在他的心裡。 피노 빼고 3마리는 똑같이 다 사랑합니다. 얘들 3마리는 이쁘고 조금 좀 미워요. 你總會從男主人嘴裡聽見他呼喚3只狗的名字，但遍體鱗傷的貴賓犬卻蜷縮在角落裡無人問津。 想到這些年的經歷，男主人的眼眶也不禁濕潤了。因為貴賓犬的前主人無法繼續飼養它，當時男主人覺得自己肯定能養好它，就信心滿滿地把它帶了回來。但沒想到它不僅和其他狗關係不好，就連男主人自己也屢遭其害。幾年的時光已經把他的心氣磨光了，這才讓他決定參加節目向江訓求助。在4只狗中，他最想矯正的就是貴賓犬的自私心，而對於攻擊性最強的斑點狗，他卻十分偏愛，覺得沒問題。這番言論直接在演播室裡炸開了鍋。 他們沒想到愛與不愛竟然如此明顯。節目錄製後，工作人員又聯繫了男主人，他們問到他是否還在給狗吃方便麵。男主人表示昨天剛給他們吃過，如果只餵狗糧的話，他總覺得不那麼健康。他發現附近吃狗糧的狗幾乎都有白內障，所以他才會給狗狗們加點其他吃的均衡一下。看來江訓之前的建議似乎並沒有改變什麼。1周後，他們又回訪了1人4狗，鏡頭下男主人正在給狗開例行的早會，這直接把江訓都給逗樂了。 其實經過1周的思考，他開始懷疑貴賓犬真的是惡犬嗎？但是上周男主人在清理狗窩時又被貴賓犬威脅了，這讓他更加堅定了這是一隻壞狗的想法。江訓稱，在這個世外桃源裡最如魚得水的就是斑點狗，他都快不知道男主人想要的到底是一隻寵物狗，還是一個會絕對服從的下屬了。接下來他需要到現場一探究竟。當江訓進門後，就看見男主人在訓斥翻垃圾的拉布拉豬，他告訴男主人完全沒必要大動肝火，好像一直以來監護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錯在哪裡。 其實他當初完全是為了這幾隻狗而建造這裡的，而且他平時幾乎都住在室內公寓，並不在這裡。雖然貴賓犬和斑點狗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但還是經常會在進食的時候打得不可開交。其實貴賓犬被領養的第1年是最讓男主人頭疼的，因為只要他靠近自己斑點狗就會發動攻擊。貴賓犬有時候會咬人，導致自己會下意識地忽視它，同時斑點狗也會因為護主而把貴賓犬列為威脅。這看起來似乎是因為男主人2隻狗才陷入了死結。 而且一般貴賓犬比較放鬆的時候，誰碰它就咬誰。如果沒有它，可能1人3狗的日子會幸福許多。在男主人心裡，貴賓犬就是攪得滿鍋腥的臭魚。江訓沉思了一會兒後，讓他把其他3只狗關進籠子。他對男主人說，平時他對狗狗們語氣太生硬，會讓他們誤以為主人在發火。在這個院子裡，男主人就是公認的領導，但有時候部隊式的命令會讓狗狗們變得混亂，因為他不明確的信息會讓他們摸不清主人的意圖，所以貴賓犬才會靠近他，做出討好的姿態。 他不想再因為主人而被群起而攻之。江訓建議他平時的指令不要用訓斥一樣的語氣，他讓男主人用溫柔的聲音看着貴賓犬去叫他的名字，因為低姿態和柔和的聲音會讓狗狗知道主人想和他玩耍。這時候你可以把雙手向他攤開，狗狗會知道原來你想和他在一起，這樣可以迅速拉近1人1狗的關係。此刻貴賓犬才知道原來主人還有如此溫柔的一面。江訓說可以看得出貴賓犬還是很喜歡男主人的。 但是因為他分辨不了主人什麼時候是發火，什麼時候是親近，所以這才讓他們之間產生了許多誤會。江訓讓他降低音量，用溫柔的夾子音輕輕呼喚貴賓犬，而後者對他的指令完全言聽計從。其實江訓覺得他一直向男主人敞開着心扉，並且非常渴望能和主人單獨相處。但是之前他的身邊總是被3只狗圍繞自己，並沒有機會。而如今貴賓犬望着男主人，滿眼都是小星星，那模樣像極了一個渴望被父母理解的孩子，終於得償所願。 在這種狀態下，貴賓犬是不可能攻擊男主人的，而男主人那顆懸着的心也終於放下了。他沒想到，原來貴賓犬竟也有如此溫柔的一面。之前貴賓犬會因為爭搶食物被其他狗攻擊，所以他會經常陷入想吃零食又怕被攻擊的狀態裡。這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生存問題了。江訓建議他可以單獨拿零食餵他，並且告訴他安心的吃，沒有狗會來搶，這樣可以逐步讓他重新建立起安全感。再比如，狗狗會默認掉在地上的食物是他的。如果主人此時用手去碰食物，
他可能會誤會主人想把食物搶走而進行攻擊。江迅覺得男主人之前一定經常這樣做，所以才被貴賓犬屢次視為威脅而咬傷，這完全是因為他不了解狗狗習性而造成的。江迅讓他拿着零食把貴賓犬引進籠子裡，然後再把零食讓他聞下扔進狗窩，這是告訴他我在外面不會把你再拉出來。反覆的進行實際上是重新建立信任的過程，與此同時也可以讓他消除對犬舍的不良記憶。之前他在這個家裡只能靠打架本能才能生存下去，現在是讓他認識到原來主人也是愛我的。美好的獨處時光正是他夢寐以求的。男主人輕輕地引導他，就知道了回狗窩有零食吃。在他的訓練下，男主人仿佛第一次真正認識自己的狗，這對一人一狗來說都是歷史性的突破。為了化解斑點狗和貴賓犬之間的恩怨，江迅讓男主人拿着骨頭先讓斑點狗聞一下，然後再丟進貴賓犬的籠子裡。這時候他再把斑點狗放出來，後者馬上就跑到貴賓犬籠子外面不斷咆哮。面對這樣的困境，江迅又給出了一個辦法。男主人不斷用行動阻止斑點狗對貴賓犬的威脅，仿佛在一點點償還曾經那份不管不顧的虧欠。接着他把雙手攤開，開始安慰貴賓犬。曾經貴賓犬無論做什麼，男主人都覺得他是錯的，但現在他的180度轉變已經讓狗狗心中充滿感動了。有時候主人的片面與偏愛對狗狗造成的傷害也非常大。男主人不斷用夹子音安慰着剛剛受到驚嚇的貴賓犬，他全然沒有之前男主人來到狗窩附近時的暴躁，因為他意識到了這個男人原來也可以為自己遮風擋雨。江迅建議他可以反覆進行零食訓練，重新建立起信任。隨着男主人的轉變，貴賓犬也逐漸開朗了起來。江迅說一人四狗特別像那種公司裡的模式，下屬如果會討領導歡心就會得到重用，而被排擠的人無論做什麼都會被選擇性忽視。這裡幾乎成為了男主人的一言堂，秩序在這裡完全沒有用，誰能得到男主人的寵愛反倒可以成為王者，這變相加重了斑點狗的攻擊性。江迅說當霸凌事件發生時，男主人一定要及時制止，否則他的默許就是滋養慘劇的溫床。至於經常在夜間偷吃自己便便的杜賓，江迅說這其實也是一種釋放壓力的行為，因為他的心並沒有在此地安頓下來。解決辦法就是讓他進到屋內和男主人一起生活，這樣可以給予他十足的安全感。江迅最後囑咐道一定要讓4隻狗分開進食，這樣狗狗們就可以不用再為食物被搶走而擔憂了。合理規劃完全可以避免很多鬥爭的發生。從反饋視頻來看，男主人也一直有踐行着江迅的方法，不僅貴賓犬脫胎換骨，就連杜賓也徹底改掉了10分正的毛病。事實證明，狗狗沒有天生的壞，只有沒被正確解鎖的乖。其實講完今天的故事，我的心久久無法平靜。男主人花費4年時間打造了一個養狗人的天堂，但是這看似完美的天堂卻成了一個微縮的人性實驗室。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斑點狗的野性難馴，也不是貴賓犬的屢次攻擊，而是男主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那近乎固執的選擇性看見。他能為消失1周的斑點狗牽腸掛肚，卻對蜷縮角落的貴賓犬視而不見。他能容忍斑點狗咬斷杜賓的腿，卻無法接受貴賓犬因恐懼而發出的警告低吼。他稱讚斑點狗是勇猛果斷的將士，卻給貴賓犬貼上世界上最自私的狗的標籤。這種鮮明的對比讓我不禁思考，究竟是誰的自私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？從心理學角度來看，男主人陷入了典型的認知偏差。一旦他對貴賓犬形成了壞狗的認知，便會下意識地尋找各種證據來印證這個判斷。同時，他還合理化了斑點狗的攻擊行為。這種認知偏差在日常生活中極為常見，但在一個人與多隻狗構成的封閉系統裡，它的破壞性無疑被無限放大了。江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裡就是男主人的一言堂，誰能得到男主人的寵愛反倒可以成為王者。這讓我想起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偏好性關注理論。當權威者表现出明顯的偏愛時，不僅會傷害被忽視的個體，還會助長被偏愛者的攻擊性，最終破壞整個群體的和諧。斑點狗之所以越來越霸道，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它的攻擊行為從未被真正制止，反而在男主人的默許中獲得了某種合法性。其實最令人唏噓的就是貴賓犬，這個被前主人遺棄的生命，帶着對被接納的渴望來到新家，卻發現自己陷入了更加複雜的困境。他想要親近主人，卻會因此招致斑點狗的攻擊。他試圖保護自己的食物，卻被主人解讀為自私。他在恐懼中發出的警告，換來的是主人更深的厭惡和疏遠。這一切在不知不覺中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他越是缺乏安全感，就越容易表現出攻擊性，而越是表現出攻擊性，就越難以獲得主人的關愛。其實他需要的從來都不是訓斥和疏遠，而是一份確定的不被打擾的愛。當男主人學會放下自己的偏見去表達善意時，貴賓犬也立刻卸下了所有的防備。其實今天的故事就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們每個人在關係中都可能陷入的困局。無論是在家庭、職場還是社會中，當權力與偏愛結合，當標籤代替了理解，當習慣性的評判遮蔽了真實的看見，我們就可能在不經意間制造出一個個貴賓犬，那些被誤解、被忽視、被貼上負面標籤的生命。
真正的天堂從來不在於物質的豐盛，而在於每一個生命都能被看見、被理解、被公平對待。當男主人學會用平等的愛擁抱每一個毛孩子時，我想這個400平的院子才真的配得上天堂這個名字。你們覺得呢？最後祝各位朋友新年快樂，我們下期節目見。